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贵的中文学习频道，我是阿贵。有人开始问说，到底学语言一直听 podcast 有用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我一直在实验，透过 podcast 学其他语言。比方说，我用 podcast 学日文，用 podcast 学日文。我发现，其实我学日文大概从高中的时候有学一点点，然后中间又想学，然后都拿起这个日文书，念来念去，念来念去。然后有一次，我女儿就问我说：“哎，那如果日本人这样讲话，你听得懂吗？”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，想了一下，说：为什么你前前后后有学？”好了，我们说总 total 我们学了3年，但3年不是很密集的学，可能你只想说学好好学，一天好好学1个小时，然后学到了第3天，1个小时就变成10分钟，那再变成1分钟，再来就没有学。一般学语言就是这样，就是一开始想学，然后立下一个志愿，一个宏大的志愿啊！我想每天学1个小时，然后我学1年之后会变得很厉害啊！所以打开书好好学，然后把一个字背起来，然后用什么关联式学习法，看到什么字联想什么字，用这方法去增加记忆，想办法把这个字记起来。但是很奇怪，即使你前面没有日本人，你只是自言自语，想要讲出任何的日文，你也发现讲不出来，你一个字都讲不出来，你可能只能说早安、晚安、午安、我还有啊，那再来什么事都想不起来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哎，有学文法，有学片语，为什么都记不起来？那再来就是你一开始听有日本人在讲话，你也是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他们在说什么，好像你有学过的字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所以这种学校式的学语言的方式，先打开日本，就是打开书本，然后一起念。那这种方式有办法学一个语言吗？我想说，在我国中的时候，在台湾学英文，大概距现在40年前的事情。那国中的时候开始学英文，打开书本，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John. My name is John. 然后我们这种学语言的方式呢，我们学，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，我是学英国文学。更奇怪的是，读了4年的英国文学，竟然不会讲英文。我们意思说讲的不是很流利，讲的非常卡非常卡，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。然后不只是不会讲英文，连听都觉得有点困难。所以每次要说跟外国人讲英文的时候，就开始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句型，怎么讲，对吧？然后挣扎了一阵子，所以呢，又回到来说，这种学校的学语言方式对吗？也许有人说，在学校班上有些人好像是天才，记忆力很好，背了很多单字，但他开口的时候好像就很不自然。就即使背了很多单词的天才，啊、开口讲英文非常不自然，非常不像外国人在讲啊。那当然，我们讲其他语言有自己的口音是 OK 的啦啊，只是说我们怎么自然的讲出学习的语言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呢，又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要怎么有效的一个学语言，有效的学语言。那在第一步呢，我想我们就回到小 baby、小婴儿、小 baby 听听听听。那小 baby 呢，基本上呢，一天至少是12个小时在听。
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听，一直在听。那小 baby 也讲的模模糊糊，牙牙学语，牙牙学语，但一直讲，一直学着讲。牙牙学语就是我们台湾说小 baby 在讲话的样子，叫做牙牙学语。那就是我们学另一种语言，我们如果是外国人，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，先听，然后模仿。那另一种是你在听的时候就在模仿，听的时候就在跟读，跟着读。有没有读出来？有一种是可以读出来，另外一种是放在心里读，就跟着读，那这也是一个方法。所以这个方式呢，我们如果听 YouTube 或是 Podcast，4、5句、5、6句、7、8句话之后，我们越听越长，那么可以把它停下来，我们试着把它讲出来，也试着从讲出来的内容再去做一些延伸。我们可以在任意的讲其他的啊、有关的字，把它讲出来；有关的句子把它讲出来。那我们把对错都不重要，完不完美没有关系，不重要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婴儿，你就是一个小 baby。那你怎么讲呢？然后你说 baby 的时候，你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会有人拿考卷跟你说你不能这样讲，没有100分，你要再改进。然后呢，怎么样呢？我还是可以考试。婴儿学语言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婴儿如果学语言这样，大概婴儿也不会想学母语了，也不会想讲话了。所以重点是我们要用婴儿的方式，我们多听，然后多听多讲，不完美；多听乱讲，不完美。我们用这个方式学习，然后我们讲一阵子，我们把它录音起来，然后我们乱讲，我们有 ChatGPT、GPT，然后我们现在有 ChatGPT 这个东西，我们如果讲不出来的，我们还可以叫 ChatGPT 怎么讲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大概就聊学语言，我个人感受。那当然，我相信有一些人是非常天才他学语言可以非常快记忆力非常好，模仿力非常强。那我们普通人呢，要怎么学习呢？基本上我们还是小婴儿怎么学，我们就怎么学。这样学语言也比较快乐。好，那今天谈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那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就这样，拜拜。